凌晨7点半，台北捷运蓝线，空气里混杂着雨水、早餐和疲惫的味道。这是小陈，32岁，资深行销专员。他被挤在车厢的角落，脸贴着玻璃。他的一天还没开始，但眼神已经死了。他在看手机，不是在看新闻，而是在回复那个永远不会安静的工作群组。老板问：昨天的报表为什么数据对不上？客户说：那个海报的红色要再喜气一点。小陈的手指在荧幕上飞快地打字。抱歉老板，我马上处理。好的客户，我进公司立刻改。这句话他一天要说50次。镜头切换到我的书房，这里很安静，只有硬碟运转的微弱电流声。我也醒了，手里拿着一杯刚冲好的咖啡，但我没有回讯息，因为我的西机员工早就帮我回完了。昨晚收到的300封客户询问，其中280封是常见问题，代理人1号已经自动回复，剩下20封比较棘手的，代理人2号已经草拟好回应，放在你的草稿夹，你只需要花5分钟检查，按下发送。看着小陈，再看看我，我们活在同一个2026年，但我们活在2个不同的维度。早上10点，小陈坐在电脑前，他正在做一件这辈子最痛恨的事：整理发票和制作月报表。他打开 Excel， 打开 ERP 系统，把左边的数字复制到右边，复制贴上，复制贴上。这个动作他重复了800遍。突然他眼睛花了一下，贴错了一行，整个表格的公式乱了。他崩溃地抓着头发，因为这代表他刚刚的1小时白做了。小陈很懒吗？不，他比谁都勤奋。小陈笨吗？不，他是国立大学毕业的。他的问题在于，他的对手不是人。在我的系统里，这种重复性的工作是 AI 最喜欢的饲料。我对我的财务 agent 说：去把这2个资料夹的单据对一下，产出报表。然后我去上厕所。执行完毕，耗14秒，准确率100%，并已自动标注出3笔异常支出，建议查核。小陈花了1个早上，还被老板骂粗心。我的员工花了4秒，还帮我抓出漏洞。这就是碳基生物与硒基生物的绝望差距。中午12点，小陈在便利商店吃微波便当。他滑着手机，看到一篇新闻，标题写着 AI 将在3年内取代50%的白领工作。他看着窗外，发呆了。他想起隔壁部门刚被裁掉的老张，想起每个月的房贷，想起小孩的补习费。他觉得嘴里的排骨饭没有味道。他想学 AI， 真的。他买了书，报了线上课程，但每天加班回到家，已经累得像条狗。打开电脑，只想看 Netflix 放空。这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你忙住生存，所以没时间进化，而你越不进化，生存就越困难。这是一个死循环。小陈，还有荧幕前的你，如果你觉得我在说你，请听我说，这不是你的错，但你有机会打破这个循环。不要想着一步登天去学什么写程式，也不要在大半夜逼自己啃那些硬核的 AI 理论。从最简单的开始，找一个实习生。明天上班，当你要写那封该死的 email 时，试着打开 ChatGPT 或 Claude， 跟他说我要写一封信给客户，语气要委婉但坚定，重点是这些，让他帮你写。当你要做那个崩溃的 Excel 时，试着把数据丢给 AI， 叫他帮你写一个公式，或者直接帮你分析。每一次你把工作丢给 AI， 你就是在省下你的命。你省下10分钟，你就可以早10分钟下班。你省下1小时，你就有力气去思考未来。故事的最后，我们来看看3年后的小陈。这里有2个平行宇宙。宇宙 A 的小陈，他继续复制贴上，继续焦虑。最后，他的工作被一个刚毕业会用 AI 的年轻人取代了。他拿着纸箱站在雨中。宇宙 B 的小陈，他开始训练他的 AI 代理人。现在他是一个人头公司的老板，他手下没有员工，只有10个 AI agent 日夜帮他工作。他正在巴厘岛喝着椰子水。小陈，这2个结局中间的差别，就在于你明天早上是选择继续抱怨，还是选择开始指挥。故事讲完了，
现在把眼泪擦前，我们来讲点硬核的。为什么我说2026年是代理人元年？过去2年，我们都在玩 LLM 大型语言模型，那是 AI 的大脑。但大脑再聪明，如果没有手脚，它也就只能跟你聊聊天。Agentic AI 就是帮大脑装上了手脚。和 OA 展示一下架构图。这是 Agent 的3层架构。第一层，感知 Perception， 它能像人一样看网页读财报。第二层，规划 Planning， 它能把一个大任务拆解成10个小步骤。第三层，执行 Action， 这最关键，它拥有 API 权限，能直接操作软体。以前的自动化是写死的程式，如果网页改版了，爬虫就挂了。但 Agent 有容错率，它发现按钮换位置了，它会自己找。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取代人类。既然趋势不可逆，那我们怎么从中赚钱？除了自己用 Agent， 还有一个方法，买那些制造 Agent 的公司。这里有2条赛道。第一条，基础设施，也就是 Agent 的大脑供应商。首选当然是微软 Microsoft， 代号 MSFT， 它的 Copilot Studio， 让完全不懂程式的小陈也能用拖拉的方式做出自己的 Agent。 这是未来的 Office， 这是企业标配。还有 Palantir， 代号 PLTR， 如果微软是做民用的， Palantir 就是做军用的。它的 IG 平台专门帮大企业做决策型 Agent， 它不是帮你写信，它是帮你决定工厂要开在哪里。第2条赛道，垂直应用，也就是专精某个领域的超级员工，比如 Salesforce， 代号 CRM， 它推出的 Agentforce， 专门取代客服和业务。以后你打电话去银行，接电话的那个温柔小姐，就是 Salesforce 的 Agent。 风险提示 ：SaaS 软体股波动较大，建议采用分批建仓策略，不要一次梭哈。讲完股市，我们来讲更疯狂的 AI Agent。 在加密货币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如鱼得水。为什么？因为 Agent 没有银行账户，它开不了户，但在区块链上，它只需要一个钱包地址，它就能收钱、付钱、投资。这就是最新的赛道 AI Meme 和 AI Agent 协议。关注这几个代币 FET。Fetch AI 是老牌的 AI 代理协议，它就是让不同的 Agent 可以互相沟通、互相交易的平台。还有 Virtual Protocol， 它想做的是 AI 界的 App Store， 任何人都能上去发行自己的 AI 角色，并且透过代币分润。这是一个还在蛮荒时期的市场，充满了骗局，但也充满了百倍机会。如果你心脏够大颗，可以拿1%的资产来这里赌一把。最后回到我们自己，如果你不想买股票，也不想玩币，只想把工作做好，该怎么开始？建议1，建立你的 SOP。AI 虽强，但它不懂你的逻辑，把你每天的工作步骤写下来，变成流程图。没有 SOP 就没有自动化。建议2，学会分解任务，不要跟 AI 说帮我做行销，要说帮我分析这5个竞品的标题。指令越细，执行力越强。建议3，保持好奇心，新的工具每天都在出，不要抗拒，试着去玩玩看，把你当作是在玩游戏，而不是在学习。希冀员工听起来很冷冰冰，但它带给我们的是最温暖的礼物，那个礼物叫时间。当你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出卖时间，你才是真正的人，你才能去爱、去创造、去体验。我是赖哥，这条进化之路我们一起走。下集见。下集预告：注意力的囚徒，你的大脑正在被演算法绑架吗？进化论 S3